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许多好莱坞电影都是蓝色配上橘黄色？为什么 Marvel 电影的灯光偏亮，但是 DC 电影却偏暗？电影的配色跟灯光是怎么设计的？背后的原理又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用几部电影来聊聊电影艺术的视觉心理学。虽然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色彩美学，但长久以来，电影界也发展出了几种常见的配色模式。例如，知名摄影师 Vittorio Storaro 在《末代皇帝》里使用不同的单色调，反映出主角溥仪所经历的自我认同变化。一开始的视觉基调是橘红色，象征着已经日落西山的大清帝国。在溥仪儿时登基时，整个色调就变成了中国皇室的黄色。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就曾自白，他童年看到的世界全都是黄色的，让他从小就形成了唯我独尊的意识。 Why are you wearing that? You are not allowed to wear yellow. But it is ordinary yellow. It is imperial yellow. No, it is not. We say it is. Only the emperor can wear that yellow. Take it off. 一直到离开紫禁城，展开逃亡生活后，电影才开始出现其他的单色调，象征溥仪已经离开了皇帝的身份。最后，在战犯监狱里，全部场景都变成了失去色彩的灰色。这种单色调的配色模式可以为电影加上一层象征性的意义，而颜色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是非常主观的选择。每个故事都可以自己决定颜色的象征，例如象征危险、危机感的颜色是什么？可以是黄色、橘色，也可以是红色。关键是让它们频繁出现在电影里，让观众在记忆中建立颜色与象征的连结。下次经历到类似的视觉刺激时，就会联想到同样的象征意义。这种不被观众意识到，却又暗中影响观众情绪的潜意识记忆，被心理学家称作内隐记忆。正是这种内隐记忆，让艺术知觉充满了多样性。还有一种电影配色模式是相似色，把颜色范围限定在色轮上的几个相近色，借此制造出像大自然一样的和谐感，因为移除了会产生不和谐的对比色。例如《云端情人》就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色电影。导演 Spike Jonze 在决定电影色调时，希望让这部片看起来像 Jamba Juice 的颜色，所以摄影师 Hoyt van Hoytema 选择了由红色主导的暖色系，并且刻意不让蓝色出现在电影中，借此塑造出生活在未来洛杉矶的孤独都市人有多么渴望连结互动的温暖氛围。当男主角的爱情关系变色时，电影的色调也跟着改变。在认识人工智慧系统 Samantha 后，他所代表的红色开始进到男主角的生活里，整个城市变成了他的粉红泡泡。但在两人吵架后，粉红泡泡就消失了。两人复合后，整体色调又变回了暖色。当男主角发现他同时在跟数千个人谈恋爱时，他所代表的红色也开始出现在周遭的人身上。而在电影结尾，为男主角带来温暖的他消失时，整部片也从暖色系变成了冷色系。最后还有一种好莱坞电影常用的配色模式是互补色，利用色轮上对立的两种颜色来强化视觉张力跟对比度。像是在《越来越爱你》中的这一幕，紫色天空的背景对比黄色衣服的主角，就跟梵谷的卧室还有夕阳下的播种者一样，都利用了黄色跟紫色的互补色。如果换成其他颜色，主体在视觉上就不会那么活跃。红色与绿色也是一种常见的互补色。在希区考克的《迷魂记》里，摄影师 Robert Burks 利用红绿对比来象征女主角的未知感，并在最后的高潮戏里让绿色完全笼罩了男主角。不过好莱坞大片最喜欢用的其实是蓝橘色的互补色，因为人的皮肤跟爆破场景通常都是橘黄色，如果要衬托出这种橘黄色，最好用的就是它的对比色蓝色。像是在《银翼杀手2049》中，就是用未来都市的靛蓝色对比隐藏着过去真相的橘黄色。随着男主角越来越接近真相，整部片的色调也变得越来越黄。但是为什么人类视觉特别偏好这些色彩组合呢？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类心灵对和谐的追求。当牛顿用3棱镜色散太阳光产生彩色光谱时，
他发现光谱两端的颜色是近似的，这代表颜色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循环现象。牛顿就把它命名为色环，并且把7个颜色对应到7个音符，所以视觉上完美的色彩组合就如同听觉上完美的音符组合一样。美国艺术家孟塞尔甚至构想出了一套公式，可以直接用数学算出每个颜色的和谐组合，仿佛颜色、音乐、数学这三者有某种内在关联。而伟大的创作者不用公式，只需要透过艺术直觉就能找出最佳的色彩组合。除了颜色以外，光线也是决定电影美学的关键元素。光的方向、强弱、质感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电影氛围，间接影响观众的情绪。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打光方式是明暗对照法。在摄影技术还没出现以前，西方艺术家为了在二维图像上创造出 3D 立体感，会在画中制造光源跟人像阴影。这种明暗对比让影像看起来更有深度跟空间感。像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跟荷兰画家维梅尔的作品就大量使用了明暗对照法。平面作品中的明暗对照法也时常成为电影摄影师的灵感。一种使用明暗对照法的方式是改变主体跟背景的曝光量。例如《教父》的摄影师 Gordon Willis 就以低调打光闻名，降低背景的曝光量，让四周场景暗到几乎看不见，再从人物头上往下打光，在教父的眼睛上制造出深度黑影，借此营造深不可测的黑帮感。相比之下，高调打光则是让背景比主体更明亮，借此营造出白净光晕的感觉。这种打光差异也可以变成电影系列的风格。Marvel 系列电影更常使用高调打光，创造轮廓清楚的打斗氛围。DC 系列电影则更常使用低调打光，创造充满压迫感的阴暗氛围。或是在詹姆士·庞德的系列电影中，也可以发现打光风格的变化。在旧版的007电影里，多数使用不会出现阴影的平光，但在新版007中，则会大量使用明暗对照法来彰显主体的轮廓，让新版的007看起来更有戏剧感。不同方向的明暗对照法也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氛围。由上往下的光可以创造出迷样感，由下往上的光可以创造出压迫感，而背光则可以创造出未知感、悬疑感。有趣的是，心理学家曾经统计西洋艺术作品，发现有80%的光源都是来自左侧。为什么多数人的视觉系统更偏好左侧光源呢？这可能是因为多数人都是右撇子，所以左侧光源在生活中更有帮助。像是学校教室的窗户都是设计在左边而不是右边，因为这样右撇子写字时才不会背光。所以如果光来自左侧，大脑会认为画面看起来更有柔和感。但是如果光来自右侧，大脑则会认为画面看起来有冲突感。下次在观赏电影时，不妨注意一下电影使用了什么颜色跟光线，它们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入角色的故事里。留言加分享这期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启示的年代》一本。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订阅 Cat 网红馆，即可抢先14天看到超级歪的最新影片。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